上海是什么定义了这座城市的传奇天际线？一个名字，拉斯洛·乌达克，战败国的士兵，身无分文的异乡人。他如何在这片冒险家的乐土，用土纸和砖瓦筑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从黄金时代的宠儿到风雨飘摇的孤舟，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上海的百年近代史。荣耀、悲伤、创造、别离，让我们一起找回乌达克的上海足迹。大量白银外流让昔日的金融中心上海顿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通缩，整个城市的建设活动突然被按下了暂停。曾几何时，总是排着长龙的乌达克事务所接待室，此时也门可罗雀，令人沮丧。突然之间接不到项目，不光乌达克自己，这里几十位员工的生计都成了大问题。好在绝境之中还有一丝希望。在国际饭店和大光明大戏院之后，乌达克已经成为了名声响彻华阳两界的上海顶尖建筑师。因为军绿色颜料成为上海滩颜料大王之一，并将军绿视作幸运色的吴同文找到了乌达克，希望他为自己设计一栋体现身份地位和独特品味的别墅。吴同文仿佛就像10年前河东的镜像，一位是西洋面孔，但依然保留中式生活场景，而另一位是中国商人，却有了西式的起居习惯。考虑到吴同文本人现代主义风格的偏好，母亲虔诚礼佛的信仰，以及正房姨太太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栋新宅里既要设置中式客厅、祖堂等传统空间，又要有酒吧、台球室、舞厅等西式空间，做好距离区隔的同时，还要维持动线和谐。乌达克通过南北分区、垂直分层，精妙把控了功能空间的节奏。他将汇聚中式礼仪空间的北立面设计得封闭高耸，而面向花园集中西式社交场景的南立面则明亮而开放，每层还有弧线流畅的露台。吴同文非常满意到从乌达克那里直接拿走图纸，锁在了自己的保险箱里。眼看危机就要度过，光明就要来临，但和平的消逝如此迅速，上海即将直面敌人炮火，惨烈的侵袭。1937年7月7日，非法占领东北、盘踞华北的日本军队在卢沟桥主动挑起武装冲突。8月9日，上海丰田纱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又在虹桥机场挑起事端。3个月之后的11月12日，前后投入35万兵力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公共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20年前从枪林弹雨中捡回一条命的乌达克，面对中国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上海的困难时不时就让他想起此时同样在大国压榨下挣扎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乌达克从来没有接过沙逊或者哈同的项目，虽然这2位英国犹太商人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建筑开发商，但乌达克清楚知道他们是靠鸦片贸易起家的财富王朝。从1918年10月26日踏上上海土地开始，20年来，乌达克就像永不停歇的陀螺一样一直忙碌，但此时他不得不停下工作的脚步。闲下来之后，他突然想起了儿时因为父亲压力不得不搁置的梦想，成为一名头脑里装满神学和哲学的新教牧师。但是已经在上海留下精神地标木耳堂的乌达克始终相信，父亲当年的严苛与自己养家的重任从未真正扼杀他灵魂深处的那团火。相反，他觉得此时的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牧师，他遵循新教伦理，同样树立了模范生活的榜样，而且形式更加高级。但砖瓦构筑的殿堂再完美，也挡不住铁十字投向世界的阴影。1940年11月，匈牙利加入轴心国阵营，和德国、意大利、日本站在了一起。乌达克好不容易恢复的国籍，瞬间从护身符变成了枷锁。此时的乌达克意外收到匈牙利驻日本大使传来的消息，
通知他已经被任命为匈牙利驻上海荣誉领事。他非常不希望自己在战争年代暴露在陌生领域的聚光灯下，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他认为自己的唯一职责就是在特殊时期保护上海匈牙利侨民的生命安危。作为领事，仅仅依靠短波收音机了解世界局势的日子，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裕仁宣读终战诏书，接近尾声。但此时等待乌达克的，并不是和亲密的中国朋友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相反，作为轴心国的领事，清算的脚步正在越来越明显的靠近。乌达克的办公室突然被查封，他被检举曾经和日本人合作，虽然传言很快被澄清，但当年作为战俘在西伯利亚四处转运的苦难回忆突然涌上了心头。乌达克开始担心自己会随时再次失去人身自由。1946年底，他买好了全家人的船票，准备乘坐美国轮船去热那亚。正要出发之前，突然被已经得知消息的国民党官员劝返。乌达克的焦虑程度骤然升高，他再次尝试离开。不过这一次，他选择暗度陈仓，待在上海的最后一夜，接下来还在这里照常和朋友们打牌。第二天，乌达克和家人成功登上了布尔克总统号，离开上海。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到中国。1948年之后，乌达克移居美国伯克利，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骑士威奈公司的华人建筑师。这位建筑师出身苏州望族，而让他立志入行的契机，正是16岁时骑车偶遇国际饭店地基施工。后来他只要有空，都会专门坐在大光明大戏院旁边的梧桐树下，看着国际饭店怎么从地底升起，成为摩天大楼。他没有遵照父亲的安排子承父业去英国读书，而是完全被天赋和兴趣指引，选择申请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这位因为见证乌达克巅峰之作而和自己终身事业结缘的华人建筑师，正是贝聿铭。在国际饭店的线条、光影和高度中，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